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1月28号，星期三。这里啊，这个海边呢，这两天因为风浪很大，把这个海边都吹坏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来维修。地上还是湿的啊，因为最近西班牙呢，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然后呢，那个今天啊，难得太阳还不错啊，所以就想出来逛一圈，然后录个视频啊。其实最近网友问我比较多的，有的给我发邮件，有的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就是说呢，西班牙这两天呢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西班牙又要进行大赦了，就问我啊，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这里太吵了啊，我到前面安静点的地方找个地方坐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他在挖这个东西太吵了啊。好，这里安静多了啊。那么我因为这个新闻呢，我就查了很多资料啊。其实呢，在之前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啊，我也发过就是关于西班牙大赦啊，就左派要求大赦，右派呢就是要取消扎根居留，颁布新的移民法，对吧？我之前发过这个东西啊。那么其实这一次这个大赦呢，它也是一个延伸啊，就是在之前左派提出的这个大赦的一个延伸啊，是由西班牙左派的这个政党啊，叫什么我们能党啊，应该是叫 Podemos 啊，这个党跟现任的那个政府啊，就是那个桑切斯政府呢，他们联合提出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在星期二，就是昨天啊，经过了这个一个第一步的一个批准啊。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总的来讲呢，八字还没有一撇啊，就还没有定论啊，只是第一步啊。那么优势是什么呢？优势就是，之前啊，就是我说的，他们也是让50万非法移民进行合法化呢。他们呢当时是在那个就议会啊要提出申请，当时的那个 PP 党就是反对党啊，人民党，他们呢是同意的。那时候还是2024年啊，他们同意的。然后呢，到了2025年嘛，到了2025年，美国川普政府上台是吧？那个拜登啊，左派失去了那个执政权。那么川普上台以后呢，全球向右转啊，这个我之前视频里面都讲了好多了，对吧？全球向右转。那么这个时候呢，西班牙的这个 PP 党啊，就是那个反对党呢，他就跳船了啊，他就原来他是支持同意啊这样的一个非法移民方案的啊，然后呢，后来就跳船了啊，因为全球向右转了嘛，对吧？他觉得他要改变他的这个想法啊，以争取未来有可能他能执政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西班牙的议会啊，就是或者说社会吧，民心啊，是总的来讲还是在就是反对移民啊，移民紧缩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包括那个欧洲整个欧盟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移民正在被收紧。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一个不需要通过那个议会，就是大多人数决定的啊。因为如果通过议会的话，那么这个事情第一需要很多时间，第二呢就是它就会被拒绝的啊。因为现在议会就是执政党并不占优势啊，现在是反对党，还有一个是那个 PP 党，一个是那个 VOX 啊，他们现在是占更多的优势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讲啊，它只是第一步啊，提出了申请，然后呢，具体呢要在3月份啊，就2026年的3月份，会有一个总的啊，就是到底这个事情行不行，
会到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答案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啊，就也不要一时间就被这个事情呢给怎么说，很高兴啊，就还是要去就是考虑啊，就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批准了，那么到时候准备资料什么的啊，这个事情要看一下怎么安排，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再讲讲啊，就是为什么啊，就这个方案好像这么突然、这么迅速的提出来了，对吧？那么这两天呢，在西班牙的整个的民众啊，最关心的一些新闻热点啊，首先呢，前几天最关心的是西班牙发生了几起高铁事故啊，就是那个高铁好像就是有那个几十人啊遇难了。然后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当时是民众们最关心的。然后在本星期，就这一周呢，民众最关心的呢是北约秘书长吕特啊，他说呢，那个欧盟啊，北约没有美国的话，只靠自己啊的能力来进行那个安全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在做梦啊，这是他的原话。展开来讲的内容就是说啊，他觉得就是北约如果目前的情况如果没有美国啊，要自己发展核威慑，就是发展这个核武器嘛，把它武器造很多，对吧？就这个事情继续搞下去，那要花很多很多钱，这个钱在现在的欧洲的经济来看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他的原话。那这个事情呢，是西班牙现在目前排在第一的一个民众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排在第4、第5吧，就是这个现在移民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它盖过了之前的那个就是高铁案啊。那么反对党 PP 党主席呢，他们也在这个时间呢就出来，就站出来了啊。他们就说啊，他说这个，他们左派啊，包括现任政府在这个时间啊，就是要突然推出这个大赦的移民法案呢，目的就是为了要转移焦点、转移注意力啊，让民众从这个高铁的这个事件转移到这个大赦、移民大赦的这个事情。因为呢，高铁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没有人辞职啊，因为本来就大家的想法就是你这个高铁什么铁道部长嘛，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应该辞职，对吧？反正现在就没有辞职啊。那么 PP 党主席呢，这个人叫什么？叫飞火啊，飞火。那么他也说了，他说他就不会允许这个事情成功的，就是这个大赦啊。他说他这个礼拜五他要去那个欧盟啊，他要去欧盟，然后呢去讲这个事情啊，因为他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以后会影响整个欧盟的移民的法案啊，因为欧盟大的背景在收紧嘛，对吧？那么他也说了理由啊，他说有很多犯罪的就有很多人，比如他犯了罪，但是呢，可能这个案子要调查很多年，但是就是说他犯了罪还是能开得出无犯罪证明的。那这些人呢，他如果就是在西班牙，他因为这个大赦通过了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合法化的公民，然后呢，这些人呢又会跑到，因为这个居留卡是有效期是1年嘛，他可以拿这个居留卡呢，就跑到那个欧洲其他国家不管是去就是待在那里打黑工或者说待在那里犯罪就是说他会对欧洲其他的国家产生影响那么他呢会去把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反对那么想借用就是欧盟的力量，看看能不能扭转这个事情那么我来判断一下我觉得呢，其实执政党包括左派在这个时机提出这个事情呢，确实是非常高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就他的这个
移民的方案呢，整个2025年都顺风顺水啊，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现在自己 ICE 啊，在这个抓捕非法移民，还有就是日本啊、什么澳洲啊、加拿大啊，然后欧洲啊，对吧？都是顺着他的这个思路啊，应该来说，就是在进行移民的一个收紧。就是啊，在上一周吧，瑞士达沃斯论坛，那么川普呢，彻底啊，他把这个欧盟啊，把欧洲领导人啊，给惹毛了啊。应该准确的来讲，他的演讲啊，他一共讲了70多分钟的演讲，我是完整听完的，就充满了对欧洲的一种侮辱啊，一种不认同啊。上周其实在那个达沃斯论坛啊，一个是川普演讲，一个是加拿大现任总理的一个演讲，那人叫什么？卡尼吧，对吧？好像叫卡尼啊，我不确定，因为我现在是凭空的啊在讲，我也没有拿着新闻什么，我只是把那些东西全都消化了以后，我在讲啊，所以我不一定确认啊，应该是卡尼啊。这卡尼其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为他在那个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呢，他获得了全场掌声啊。然后川普上台演讲，大家都在嘘他啊，大家都在嘘他。这卡尼为什么很厉害呢？因为卡尼呢，他之前呢，他是从事这个央行啊，就是央行的这个行长的。他担任过加拿大央行的行长，然后呢，他也就是担任过英国的央行行长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英国央行行长啊是最古老的央行制度的创始人，就是全球这个央行这个制度啊，就是英国发明的创始的，所以这个卡尼呢，他对经济这个东西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权威和专业啊，他是很厉害的。所以呢，由于这个达沃斯论坛呢，对吧？那么全球呢现在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老川啊，老川你把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的联盟，对吧？就给怎么说呢？给倒退了啊！我们也不说摧毁2个字啊，因为现在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你看这个礼拜欧盟的动作，对吧？冯特莱恩啊，欧盟那个主席冯特莱恩带领了欧洲的团队跑到那个印度去啊，跟印度签署了很多那个就是贸易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合作啊。然后呢，这个合作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印度以后会有大量的人啊，就是会到欧洲来学习、来工作啊。那么我们再绕回来啊，再讲回来，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把它延伸开，让大家知道这个移民法案的背景啊，还有实施以及那些具体的东西，对吧？那么讲回来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呢，欧盟这边啊，比之前肯定是要好的，就比2025年如果左派提出这个事情，就欧盟这边有可能会施加压力啊。现在因为欧盟跟美国之间，对吧？就到底以后会不会形同陌路啊？就各走各的了。就欧盟又要维持自己的想法，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虽然我还是认为，我认为这个比例是在30%跟70%，就欧盟大概率还是要跟美国恢复关系是70%，但是有30%，我觉得在去年的话，那几乎就是没有机会。所以说概率呢是提高了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对吧？争取一波民意啊，在左派来讲，因为在那个2027年呢，左派也要进行一个大选。本来呢，2024年的时候呢，他们当时就已经通过了，我之前说了，对吧？就已经通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的，然后要到实施了，那么2025年那个 PP 党他反悔了，他不同意了，他反对了啊。那么如果当时2024年通过的话啊，那么主要呢就是会有很多南美的人啊，南美的国家的人呢，他就能够通过。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拘留啊，我再讲一讲这个大赦。这次这个大赦呢，它的这个优点啊，就是它不同于往常以前20年以前也有过大赦，那个时候大赦你是需要有那个工作合同的啊，这一次就完全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你在
2025年的12月31日前啊，你就来到了西班牙，并且登记了那个住家登记啊。那么这个条件呢，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宽松的啊，因为你只要在12月31日登记，那么你在今年就是2026年的5月啊，就他只要求你在这边持续居住5个月嘛，那么你只要在5月31日吧，是吧？你提出，你都是可以的啊，就不管你之前来了多少年，你以前10年以前来的、5年以前来的、2年以前来的都没问题，只要你是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来，他把时间卡到就是12月31日之前。然后呢，申请的时间呢，他的现在的说法呢是在6月30日之前会关闭。那么，所以即使你是在6月30日去申请，你也是来待满了5个月，对吧？当然你是要有住家证明的啊。其他的那些什么医疗证明啊，什么其他那种证明啊，都我觉得没有那么有用啊。最主要就是住家证明，还有什么租房合同之类的东西啊。当然了，就是，这是现在啊，就是左派他发布的，他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向是这样子的，对吧？就这个事情最终还没有敲定啊，但是呢，他说的细节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2025年12月31日之前，啊，你只要来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能够开出无犯罪证明啊，并且呢进行这个公证认证或者海牙认证啊。这个是就这2个强行的要求，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啊。那么你过去有过居留，不管你是什么非盈利居留、学生居留或者别的什么居留，只要你居留在这个时间你断掉了，然后你又符合那个要求的啊，你只要是在一个非法这个居留的这个情况呢，你都是可以去申请的。就这个是根据现在这个情况，对吧？但是呢，最终啊3月份才会拍板。就 PP 党主席他们能不能啊，还有什么 VOX 的这些反对派能不能在3月份之前啊，不管是通过欧盟还是通过西班牙其他的一些什么手段啊，把这个事情给反对了啊，3月份就会有一个答案的啊。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我再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嘛，对吧？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受益的呢，还是南美的这些移民的啊，因为我看到太多的就是已经加入了西班牙人国籍的，有太多就是南美人，他们呢来了以后呢，他们唯一的障碍啊，南美人是真的在这边能找到工作的，他们呢唯一的障碍呢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工作的这个居留啊，就是这个工作的权限。那么他们呢也需要啊，就通过扎根居留啊什么的，然后搞到工作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再转成工作居留，然后呢他在2年到了以后，他去申请国籍。很多人啊，这些人他申请国籍以后，有的呢他就留在这里，有的人呢他就离开了，他就跑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去工作了。这是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南美的青年啊。那么对于我觉得，如果还是想在西班牙发展的，对吧？那么当然有这个事情，当然比没有要好，因为这毕竟他如果真的就能够像说的一样啊，能够给你那个就不需要你任何的什么别的要求，也不需要工作合同，你就能够留在这里啊，还能去找工作，那么这个是肯定是非常棒的，对吧？就节省了一个你去买合同的啊一个成本啊。但是话也说回来，就你未来呢，你要是在这里，我觉得对那个我们的这种华人群体来讲呢，还是2点啊，一个就是语言啊，就是你这个语言不达到 B2 以上呢，说白了没有用的啊，说白了没有用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批准了以后，那么市场上一定会出来大量的人啊要去找工作。那么对于其实华人来讲呢，更多的还是找华人做中国人以前
在这边的老的移民开的那些工作机会，对吧？这个也是一种局限性啊，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到那个时候也是挺困难的啊，因为对于华人来讲，我觉得这种工作机会呢真的是很少的啊，就是很少的，就没有那么多。当然，对于南美人来讲，那就是太好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啊。那么有一种说法就会说，西班牙什么大量缺少人啊，需要人来交社保啊，因为西班牙人很长寿，然后未来的社保不够用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分析啊，不一定全对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就我觉得后面一般是对的，就是西班牙人很长寿，老龄化很严重，社保不够用，对吧？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说西班牙需要大量的人来工作，工作机会太多了，没人愿意干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不符合经济逻辑啊。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地方如果工作需要大量的人，但是找不到人来工作，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提高工资嘛。就是你那些比如说很苦很累的工作，没人愿意干，那我提高工资就行了。在提高工资的情况下，肯定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吧？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现实的情况是，西班牙也有大量的年轻人啊，他们找不到工作，失业率也是很高的。那么如果说这些年轻人啊，你说这些工作他们看不上的话，如果工资能涨到一个他们看得上的一个价格，难道这些人不愿意工作吗？我不相信。那话说回来，就像美国一样，你在美国的话，就是那种中餐厅里面啊，你去后厨啊，或者你去什么送外卖啊什么，对吧？你一个月你就是能够赚就是几千刀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呢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的啊，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呢，我觉得在西班牙的情况呢是，反正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能够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摆在这里，那么你愿意来试试的，你就来试试，对吧？当然了，你自己愿意花这个成本啊，你就来。那么你成功了以后呢，如果你真的这个人特别能吃得起苦，熬得过来的，那么你就能够生存下来啊，也是一个优胜劣汰吧，对吧？就是竞争吧，但这个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的啊。那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钱其实也没那么好赚的啊，这个工作是机会很少，做生意也是很难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又需要提升经济，又需要更多的人来交社保，对吧？要维持公共的这些福利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啊，也是右派或者说老川这帮人他们觉得越来越不好的现象。因为很多人会为了就是一个居留的诱惑啊，觉得未来会不会变好怎么样，他愿意自己去买合同啊，或者交社保，就事实上他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那其实很多人他来了1年，来了2年，来了3年，啊，最后他搞不下去了，对吧？甚至就是来了，拿到长期居留的，来了更多时间的，他到后面他发现啊还是不行，那么他也离开的，这些人也是很多的，真的是很多的啊！我实话实说啊，当然了，最终我觉得你如果语言真的很好，你也很能吃苦的，对吧？你要在这边生存下来啊，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生存下来，我觉得你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啊，因为大部分的人语言其实没有那么好啊，好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